嘿，大家，今天这集我想跟你们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贴文，就是有一位网友呢，3层楼的房子要装潢，结果他的清单我看一下，我靠，全部都是高单价的项目，但预算只有80到100万。哎呀，姐啊，我是真的佩服你的勇气啊！我连买模型都会觉得300块太贵，你想装3层楼还要全弄好。你真的是强者我同学。我先讲，我不是什么设计师，也不是什么专业的工班，我就是一个高中生，看了很多装潢还有水电的影片，看到的报价比看到的考卷还要多。那至少我知道什么东西一弄，钱就会直接往上喷大。所以今天就来跟你说，这位网友、这位朋友这份清单里面有哪些真的不建议做，因为一做预算就会爆炸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需求来1楼呢15.7平，要做中岛，要做电器柜，要做天花板。2楼10.7平，主卧要隔成更衣室，然后也要做天花板。3楼8.3平，2间房都想做天花板，外加3间浴室全部都想做天花板。我看到这个其实是愣住的。你这个不是装潢清单啊，你这个是花钱清单啊。这整张清单里面80%都是贵的，尤其是天花板、木作、中岛这3个超级可怕，是装潢里面的西钱3兄弟。所以我们第一个不建议做的就是全屋天花板。你的房子是3层楼你3层楼都要做天花板，我跟你讲，施工还没完成，你的预算就先蒸发掉了一半。很多人以为天花板只是薄薄的一层，错，它要架构，要收线，要材料，要人工，每一步骤都是钱啊！你3层楼一起做，那个报价你看到会瞬间清醒，可能甚至开始怀疑人生。天花板一定要做吗？不一定，必要的地方做就好。例如客厅有大管线，或是主卧需要美观，其他房间轨道灯打亮，真的就很好看，而且超级省钱。所以这是第一个不建议每一层楼都做天花板的原因。第二个不建议的就是客制的中岛。我知道啦，看影片看照片，大家都超想有中岛，对吧？我也想啊，但那种漂亮的中岛，不管是木作还是不锈钢的台面，全部都很贵啊，而且越漂亮越贵。你不只要做柜子，还要做柜面，还要水电，还要收背面，最后加一加，你会得到一个超帅的中岛，还有一张超帅的账单。所以在预算这么紧的一个情况下呢，客制中岛真的不建议。你可以先买成品，便宜又不难看，之后有钱想升级再升级，这样比较聪明，也不会心脏痛。第3个不建议做的就是木作的衣柜。我跟你讲木作真的贵到一个爆炸，你看起来就是一个衣柜，但价格是可以买一台机车的那一种。而且你3层楼，如果每个房间都想做衣柜，你这不是80到100万的预算，你这是准备要走银行贷款预算。木作衣柜不是不行，但要花钱大概是你想象到了2到3倍，所以这东西我是真的强烈不建议，尤其在你这个预算里，你会瞬间破产，不夸张了。改用系统会便宜很多，耐用又好看，真的差很多。第4个不建议的就是3间浴室一起做天花板。你想一下，你这3间浴室天天用吗？不可能嘛，一定一间是留给客人。我根本没人在用的浴室天花板，一做也是材料加人工，3间做下去，钱又飞走。所以真的不要一次3间一起做，只挑重要的做就好，其他以后有钱再补吧。第5个不建议的就是所有东西一次到位。我知道买新房子会很想一次把它弄好，但你这个需求量配这个预算，你一次做全部只会导致什么都做不得不完整。预算有限，真的要取舍，重点先做，非必要的先摆着，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最后再跟这位网友讲一下，这位朋友，你想做的真的都好看，我完全懂。可是实话讲呢，你的预算真的太紧了，这样做法只会让你变成另一篇贴文，叫做为什么我的装潢爆到180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一集，完全针对网友这位朋友的清单整理出不建议做的地方，不是要笑他不是要笑他只是单纯觉得这份清单很真实、很有趣，也很适合拿来讲解。如果你们看到其他好笑或贵装潢贴文，可以传给我。
可以传给我。好，我真的很乐意分析给你们听。高中生也可以讲中文，而我就是那种敢讲又不太会外行的那种类型的。那下一集就来跟大家讲讲，我会建议你做哪一些东西。谢谢大家。